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的小比例充电器和挡板的套装。盒子外包装依旧是这种开窗设计，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纸品线稿指示的变形说明书，这里还特别提到一步，在变形的时候注意手臂的拉出一定要拉到底。配件内容：一小袋武器。我们先用小挡板来看一下人形的效果。这个角色其实在记忆动画片里边的存在感可以说几乎没有啊。但是在漫画里边人气非常高，也是在超越视觉里边，在腐女圈里边跟狂飙组了一对非常好的 CP。那这个造型还是基于动画的造型来设计的。头部这个小面雕刻画的还不错吧，小小的体态啊，白色塑料的这个质感非常好。背后来看也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偷胶空洞，唯一吧，也就是在脚丫子内侧这里。因为是小玩具嘛，面板的一些折叠还能把这个地方稍微的挡一下。不过看起来，因为零件分布的非常复杂，对于一个小玩具来说，这零件也不少了。可动方面，该有的一些环节都是有的。肩膀这里还做了双段的关节，可以提起来进行一些调整。手臂来回旋转，头部左右旋转，变形的需要还可以把头抬到这么高。甚至在这个小玩具上边还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大腿左右旋转，前踢、后折，膝盖90度，脚踝这个地方也有整脚面的左右接地，但它是从小腿一半的地方来折的。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小腿这一块变形完成之后啊，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锁定点，所以呢，你在跟这样活动的时候是容易把小腿炸开的。不过毕竟是这么点的一个迷你玩具啊，它的轴的支撑力度也完全够了。身高不到6公分，差不多在5.7左右。充电器我们来看一下车型，红色的小车涂装非常的漂亮，前方挡风玻璃这里用的是蓝色的金属漆刻画，这一块也是用白漆涂出来的。前机盖的部分能看到非常多的分件线，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块的变形很复杂。但是因为模具的精度很高啊，所以这些缝隙对上以后还是特别准的。但是又或多或少让这些强迫症的玩家感觉这些分件的面板很影响美观啊，好像就类似于那种拼图的效果。后边这里的黑色部分也是金属涂装的刻画。轮子这里设计了大小不同直径的前后轮，这一点也是为了还原动画。底盘来看，堆的其实也是满满当当。这辆小车的长度在5.2公分左右。那我们来开始演示变形。首先第一步，把上方这2个扣子打开，侧面的车窗先折开，然后整个的车顶往起翘一下。注意前方在下边这里有2个卡槽，把这2个卡槽抠起来，然后通过双关节往前拉，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这个时候我们翻到底盘来看，把前边的这一个小方块往里捏一下，脱开，它的车门位置里边有2个燕尾锁，拔开它，腿部就可以拉开了。注意这个位置的燕尾锁，千万不要愣直接往出翻啊，会损坏到这个边缘的。然后车尾部这里侧面红色的小零件，边缘的这一片折到底，后边这里翻起来2个小边缘，全部拉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腿部进行一个 Z 字折叠，调过来。腿部这个时候就完全的拉长了。黑色的零件是它的大脚面子啊，所以呢，把这一块一定要对齐。腿部中间的插扣打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专门做了一个半圆形的凹槽，把这个轴落上去。轮子90度横折到脚底，这一块往过贴，把这个车窗的位置卡到这个缝隙里。这也是说为什么我感觉这一块没有扣子啊，锁定的差了一点意思。好的，2条腿部变形完成，我们旋转180度折过来。上半个车的变形，这里需要注意，刚才我们捏进去的2个燕尾扣子的板件，根部其实是双段关节，我们往下拉一下，
再夹住，注意这里边边缘倒角的位置，让这个腰身夹出来一个过渡的斜坡效果。哎，侧面这里的窟窿还挡得满满当当，很整齐。车头左右插扣打开，分开。然后是一个关键的位置了，小臂在往出拉出的时候啊，说明书也写了，这里一定要拉到头。拉到头以后，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咯噔的一下，然后你再旋转，才不会磨损到这个边缘的夹角。这里要小心，小拳头90度放出，上方这里的2片小装甲，2段折叠包出它的小臂。哎呀，这不点儿的尺寸里边，哈哈，挺费手指头的，但是变形起来还是挺好玩的。就是它不同于其他的那种小车设计啊 ，NA 的每一个新模具开完了以后，你都会感觉能在这么小的空间之上玩出这么多花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好，胳膊搞定，脑袋90度立起来，再旋转180度，扭到正面来。还没有完，翻到后背来，这一块整个的造型旋转180度 ，Z 字折叠再贴回来，也是并没有什么卡扣啊，只搁在这里，但是很好的利用到了车顶的里外面切换，来还原出来充电器背后的一个灰色效果。这个也是在记忆动画片里边很多的 bug 问题啊。就是在人形状态下，这块是这个颜色，变成车型是那个颜色，所以这回充电器变完了以后，整体的身形你来回转圈看的话，也能还原出来那个灰色的身体部位啊。侧面这里举起胳膊，肋部这里也不会出现头胶空洞，没有任何的贯通光，填得满满当当。然后充电器的这张脸就很记忆式的那种复古风格了，傻乎乎的。相对来说，挡板的这个小猫脸口罩可能会更受欢迎一些吧，而且2个人的胸口也有不同的造型刻画，所以这个变形过程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玩，且能感受到那种小零件转换的奇妙感吧。整体来说的做工材质也是处于 NA 加一直保持的那种优良传统，涂装漆面的质感也很高级。在还原度方面，头雕的造型刻画还可以，并且最关键的，用零件的里外面翻转还原了背部颜色的不同。大脚丫也能用零件很好的堆砌出来那种大拖鞋的感觉，而在不到6厘米的尺寸之下，竟然也能做出来这种非常巧妙的变形结构。身上变完人形以后，并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累赘零件，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让人想起来第一次玩到 NA 第1版大黄蜂时候的那种惊艳感吧。那么得嘞，这一套 NA 的充电器和挡板套装就是这样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模具 NA 设计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言论。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下期再见。